病毒溯源问题上，拜登突然发出了新的声音，是否说明美国内部矛盾再次激化？这样的机会，中国应该怎么用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发布了一个声明，这个声明的内容可以让很多人感到非常意外了。当年特朗普在任的时候，曾经把新冠疫情归罪于中国，并且要求中国赔偿10万亿美元。大伙儿应该还记得这个事情。但是呢，根据中国青年网报道，前一段时间包括纽约时报包括这个德国之声都报道过了，说拜登发布一个新的声明，声明内容是反对特朗普这个要求。特别有意思的是，当记者问说拜登对特朗普的想法是否具有开放性态度的时候，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就当场打断了提问。另外呢，根据前段时间德国之声的报道，中国青年网也报道了，说拜登以前还有个声明，其中一段话呢是耐人寻味。他说，美国的2大情报部门进行了调查，调查结果显示，新冠病毒是自然产生而非人为。这一点也跟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形成了明显的对立。所以呢，国外有些评论认为，拜登是想通过美国这个情报部门调查，专门用来打击特朗普的势力。其实这个态度呢，从拜登一上台就已经体现出来了。他上任之后，关于新冠疫情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禁止使用武汉给病毒命名。拜登这么做对他的好处有没有呢？有，而且还很多。首先，拜登政府现在非常需要在经济上化解美国面临的这个金融危机，所以即使在中美争吵如此激烈情况下，还在不断的寻找一些领域跟中国谈合作，因此一定要找到一个台阶，给双方的对立情绪降降温。这种激烈对抗氛围给美国经济造成压力了，美国已经很难继续承受了。如果拜登能够挽回这个态势，他可以，而且他也必须在政治上先打击特朗普这一派的各种声音。从美国的国内政治来看，最近特朗普也是不甘寂寞，而美国共和党呢，在很多问题上持续发力，某些州2党对立矛盾又在激化，一些州开始从蓝转红。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新冠的疫情，也不相信美国死过60万人，认为一切都是政府的假消息，并且52%的人相信特朗普的这个阴谋论，认为这个病毒跟中国有关系，要打算跟中国死磕较劲。拜登如果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不仅跟中国寻求合作会没有戏，而且呢，以后还会把中美关系引向战争。美国国内舆论天天攻击武汉，拜登只有2个选择：顺应舆论跟中国死掐，让美国经济继续下滑，让美国面临更大的风险；或者就是干脆先压制美国国内这些个阴谋论，给自己铺路。其次呢，这次拜登公开反对10万亿美元的这个所谓要求，也就是反对了溯源结果有罪论的推定。加上他所说的中央情报局判断病毒来自于自然界，就可以得出个结论，拜登政府后边肯定会做出个姿态，就是不管新冠疫情最初爆发在哪里，他都要宣布这不是人的罪责，是自然界的过程。在国际社会面前，可以说拜登摆出一个高姿态，也就是同意新冠溯源不能政治化。现在不是很多国家抢这个问题吗？说新冠溯源不能政治化，拜登这么一说，就顺应了国际舆论的普遍潮流，算是一手好棋。而且呢，他如果宣布新冠爆发地仅仅是爆发的地点，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，这一点也是中国最初的立场，可以在中国美国之间的关系上尽可能的缩小分歧。我们推动溯源非政治化，其实要的也就是这个目的。而且呢，从中美关系角度来看，这个态度他是给中国看，想表达在疫情问题上挑事儿的是特朗普那边的人，不是我拜登这边的人。这样拜登就可以跟特朗普把关系撇清，然后把球踢到中国面前，看中国的媒体舆论后续如何反应。如果中国政府呢能够接受拜登这个态度，就可以跟拜登政府相对的缓和关系。但是集中舆论火力可以打击美国的另一批人，就是在新冠疫情阴谋论上，我们的打击也不放松。这样一来呢，一方面跟拜登政府去寻求一些合作，另一方面打击美国另一批的这种阴谋论者，两不耽误。我也注意到了，中国青年网的文章里边虽然仍然在抨击美国，而且内容跟以前区别不大，但是已经出现了一些个微妙的文字变化，更多的内容是指向了美国的某些议员，而不是把美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抨击。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呢，我们不妨在美国政治斗争出现激烈的这种情况下，也试着拉一派打一派，鼓动一批美国群众去打另外一批美国群众，让矛盾呢留在美国内部，而是把双方的这个火力都吸到自己身上，对我们来讲，这才是一个舆论战的胜利。
既然拜登已经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，不管他背后还有什么目的，只要是机会，我们起码还可以用一用。好，关于拜登这次对新冠疫情的态度，我们可以如何的这个使用，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